朝廷的800里加急快到哪种程度？信使赶路昼夜不停，面临险恶的道路环境，甚至会遭遇山贼的抢劫。但信使呢，只要是传送800里加急信件，山贼遇见不敢抢，还得乖乖让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古代传输信息的方式比较单一，通常是通过信鸽或者人力进行传递。在遥远的战争年代，还会用烽火点燃狼烟的方式告知大家有敌人侵犯领土的消息，自此才有了烽火戏诸侯的名场面。由于飞鸽传书存在很多不可控的因素，烽火狼烟又通常被国家作为重要的军事手段，因此在古代更多人会选择信使来传递消息。每一个朝代发展中，关于递送消息方面会设置相应的驿站，它们之间呢相隔20到30公里，主要是为了让传递信息的信使能够得到良好的休息，以及对马匹进行相应的更换。在秦汉年间，关于信使递送消息方面的制度已经逐步完整。来到唐朝时期，关于信使传递的制度规则则是更加的完善。当时关于驿站方面的管控尤为严格，驿站负责人每年需要将站内的马匹信息进行上报，每笔支出呢也需要做详细记载。如果驿站负责人裁减马匹以及工作人员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会遭到严重处罚。而信使呢，在传递信件的过程当中，到达一个驿站就需要更换马匹，没有按照规矩来办事儿，也会遭到处罚。信使通常会走陆役，必要时候会走水役，再或者水陆兼行。送信过程当中，信使除了借助马匹之外，根据当地的环境，还会利用到船只等。每个朝代关于驿站的运转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信使们每天递送消息的速度也就变得更快了。上级们需要信使们用最短时间，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消息。因此古代有了这样一条法律：信使递送紧急信件，在骑马过程中不小心撞死百姓，不用负任何责任。那么信使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唐朝时期，安禄山起兵叛乱，当时的叛乱之地跟京城相隔足足3000里。在信使的快马加鞭下，唐玄宗在6天之后便得到了消息。这也就是说，唐朝传递消息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天500公里，这简直令人啧啧惊叹。那么800里加急又有多快呢？800里加急是怎么来的呢？信使递送消息真的能这么快吗？所谓的800里加急源于大唐6典，也就是说，在极为紧急的情况下进行传递的信息，并且信使的骑马速度每天已经高达800公里。但是800里加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进行严格的规划，沿途驿站需要进行高度警戒，还会立即备好一匹快马。通常前一个信使还没到的时候，下一个信使已经在准备中了。在交换过程当中也不能拖了，需要立即进行更换，中间是不能浪费任何时间。由此可见，800里加急的信件弥足珍贵。当然了，所谓的800里加急不单单是指重要信息的传递，也有可能是送物件，比如送荔枝。众所周知，唐朝贵妃杨玉环想吃一口荔枝，李隆基便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在全国进行运转，将南方的荔枝运送到北方的皇宫当中。荔枝是一种很难保存的水果，在运输过程当中需要长途跋涉不说，信使还要时刻关注荔枝的情况，才能使杨玉环吃上特别新鲜的荔枝。运送环节呢，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错误，否则信使小命不保，驿站负责人呢也难逃其咎。那么800里加急的信件或者物件，怎么样才能顺利递送呢？历代皇帝下达800里加急的命令，驿站的各个负责人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挑选出身体最健壮的信使以及优质的千里马。因为800里加急传送的并非日常家书，信使需要不断策马奔腾，每隔20-30里才有一个驿站，加急途中不能有片刻的歇息和停留，吃喝都是在马背上解决的。如果信使和马匹不具备较好的身体素质，在此期间遇到恶劣的天气情况，或者行走路况极为坎坷陡峭，对于信使和马匹而言都是一种艰难的考验。当然了，
就算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信使也只有马不停蹄的奔行，他们还需要保持高度紧张的状态。因此，不少信使到达驿站的时候都会陷入疲乏中，下马时很难站稳脚跟，通常需要有人帮忙才能进入屋子歇息。信使传送800里加急信件，由于不顾性命的策马奔腾，很有可能造成马死人亡的凄惨状况。古代信使传递信件为什么可以日行800里呢？朝廷的一些做法相当明智。信使赶赴接收消息的人所在的目的地时，沿途会路过一些城市，经过城门口需要通关文件，这就需要花费部分时间。为了让信使途中节省更多时间，朝廷可谓煞费苦心。他们让信使在身上携带颜色鲜明的黄色旗帜，表明是朝廷需要的加急文件。当地的官兵看到黄色旗帜，会提前开放城门，疏散人群，让信使快速通过，尽量减少时间上的耽误，使信息呢更快传递到朝廷。朝廷给予800里加急的信使这种优待，不仅能够在更快时间接收到重要信息，有时候还能够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镇压各地的叛乱，甚至打乱敌国入侵边境的计划。所以800里加急的信件确实值得不少信使不顾性命的奔跑，毕竟个人的牺牲奉献能挽救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肯定有看官要问了，800里加急的信件很珍贵，山贼为什么不抢来，从而要挟信使获取更多钱财呢？800里加急的信件在古代驿站当中属于最高级别的运送，很有可能关乎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很多官兵对信使会进行保护，这种保护并不是指跟随信使一起骑马狂奔，而是在对方经过的官道中，每隔一段距离派官兵驻守。也就是说，信使一路上的动向，官兵们了如指掌。如果有山贼想抢夺信使的信息，那么就会惊动附近的官员，官员带兵和土匪对决，想想也知道土匪是自寻死路，而且大多数土匪都是谋财，他们为了用最少的精力夺得最大的财富，目标呢通常会放在一些有钱的富商身上。信使为了传递信息都是轻装上阵，除了生活必需品，财产根本不会携带多少。土匪们花费精力去抢劫，能获取的收益并不是很大，岂不是做了亏本买卖？换句话来说呢，就算土匪抢夺到信使的书信进行要挟，信使背后站着的可是朝廷，土匪等同于同朝廷宣战。这样的话，朝廷还会放任他们在山中为虎作伥吗？因此他们对800里加急的信件根本不敢动歪心思，就算遇到，那也得乖乖地让开大道。由此可以得知，古代驿站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信使们提供短暂的休息时间，让全国各地的信息快速地飞往到所需要的人当中，可以让朝廷的指令尽快地下达，可以说它存在的意义重大。然而，想要让一个庞大的驿站高效地运行下去，在此期间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另一方面而言呢，如果一个国家的驿站并不发达，国家的运转也会陷入僵持当中，逐步走向穷途末路。